拜登刚下令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火库，胡塞武装就在也门沿岸击落了美军的 MQ-9 无人机，且已得到五角大楼官员证实。乌克兰开始仿制伊朗见证者136，并利用新人工智能提高其杀伤和监视敌人的能力。下面请看详细报道。美国国防部11月8日表示，美军派出2架 F-15战机向叙利亚东部一处军火库发动了空袭。该设施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相关团体。空袭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其部长奥斯汀表示，这次空袭是在总统拜登的指示下进行的，是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驻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基地发动一系列袭击的回应。同样是8日，也门胡塞武装声称，他们的防空系统在也门海岸上空成功击落了一架美国的 MQ-9 无人机。目前，该消息已得到确认。据美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11月8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在也门附近的国际空域被胡塞组织击落。其实，胡塞武装能击落 MQ-9，火力军并不感到惊讶，重要的是背后的意义。也要知道，美国一直担心以色列和哈马斯交战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区域冲突，因此不断在向中东集结兵力。如今，福特号和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第6舰队旗舰兼两栖指挥舰惠特尼山号都已在以色列附近海域，就是想劝退胡塞武装和黎巴嫩真主党，避免他们趁机加入战局，扩大冲突。甚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1月5日还相继到访了巴勒斯坦、伊拉克、土耳其、塞浦路斯等地，力求说服阿拉伯国家不要参与使战争升级的行动。但现在胡塞武装直接击落美军 MQ-9， 这很可能会使冲突扩大，这应该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接下来会如何发展，就看美国对此作何反应了。至于火力军对胡塞武装击落 MQ-9 不感到意外，一是因为上战场的武器哪有不损失的，更何况还是 MQ-9 这种执行情报收集的无人机；二是因为了解胡塞武装的朋友应该都清楚，他们的武器装备要么来自伊朗支持，要么缴获自也门和沙特，所以他们的防空系统是有能力击落 MQ-9 的。其类型无非就是 S-200、巴瓦尔、373、霍尔达德以及爱国者。S-200和爱国者火力军频道讲过多次，这里就不多分析了。我们详细看看巴瓦尔、373和霍尔达德防空系统。巴瓦尔373其实和 S-300的外形十分相似，其亮相的时间也与俄罗斯将 S-300交付伊朗的时间也比较吻合，所以很多朋友都将其称作伊朗版的 S-300。总体布局也与早期型 S-300 PT 导弹区别不大。那么巴瓦尔373的性能究竟如何呢？2022年11月6日，伊朗国防部公布了升级型的巴瓦尔373防空导弹系统，其导弹射程和雷达探测范围均有显著提升。据当时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升级型的巴瓦尔373防空系统同样采取垂直冷发射，可同时攻击和摧毁6个目标，具备截击弹道导弹、战斗机和轰炸机等远距离目标的能力。其雷达探测范围从原来的350公里增加至450公里，其配备的猎人4防空导弹最大射程由原来的200公里增加至300公里，最大射高也从27公里增加至32公里。伊朗国防部长哈塔米曾在巴瓦尔373发布仪式上坦言，巴瓦尔373是伊朗最重要的本土化导弹防御系统，该系统部分性能可以比肩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伊朗军队防空系统研究中心主任法拉吉普尔也曾称，巴瓦尔373和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相比，在发现、识别、打击目标方面能力更强。据称，一套巴瓦尔373的作战单元包括6辆导弹发射车，每辆发射车配有4枚拦截导弹、2部雷达、1部对空探测雷达、1部跟踪引导雷达，以及1个作战指挥中心和保障车辆。而且，由于巴瓦尔373的方舱被整体安置在重型战术卡车底盘上，所以巴瓦尔373有出色的越野能力和灵活性，从行军状态进入战斗状态仅需5分钟。
当然，与爱国者酷似的霍尔达德15，其能力也不弱。它是伊朗研制的地对空远程防空导弹系统，该系统配备了无源相空阵雷达，具有多目标拦截能力，使用 CR-3防空导弹做武器。整个防空系统包括至少2部发射车、1部自行式雷达车和指挥控制车辆，以及一个用于导弹发射器的车辆，只需少量机组人员就可完成控制。据悉，霍尔达德15可以识别150公里范围内的各种目标，包括但不限于战机和无人机，并可在120公里范围内跟踪它们。它还可以在85公里范围内探测到隐身飞机等目标，并在45公里范围内对其进行拦截。该系统可以同时追踪、拦截和摧毁6个高机动性目标，导弹的拦截范围为7到75公里，最大射高达到27公里，同样可以在不到5分钟内做好战斗准备。有意思的是，霍尔达德15使用的 CR-3防空导弹有2种款式，且外形不一样。第一种 CR-3防空导弹类似于标准1，又和俄罗斯的 SA-11山毛榉长得类似。第二种 CR-3防空导弹，从尾部我们可以发现，导弹尾部除了梯形控制翼面之外，还有4个梯形尾翼。这个特征和伊朗大批量装备的美制鹰式导弹比较类似。之前，伊朗就成功仿制了该导弹，并且改造出了空对空型号，用于替换伊朗空军的 F-14配用的不死鸟导弹。所以这款 CR-3防空导弹大概率是伊朗国产化鹰式导弹的深度改进型，区别就是增加了火箭发动机长度以增加射程，而这样的技术难度也相对较低，容易实现。所以大家对也门胡塞击落 MQ9 就不要大惊小怪了，多关注一下前面提到的后续发展吧。乌克兰科技令俄胆寒，先前和美国一起搞弗兰肯萨姆防空系统，用苏俄武器成功发射了美式导弹。现在乌克兰又开始仿制伊朗的见证者自杀无人机，看样子无人机终成俄军噩梦。据真理报报道，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首席执行官斯梅塔宁证实了正在与国际合作伙伴一起仿制1000公里的见证者无人机，并且已经收到了乌克兰国防部的委托。见证者136的威力，大家通过俄乌战场应该有所了解。它由伊朗研制，使用小型拖车或卡车运输，属于火箭助推发射的异形自杀式无人机，采用小展弦比三角翼的无平尾式布局，与机翼融合的圆柱形机身，体型相比以色列生产的哈比无人机更大，能够携带更多的电子产品或者战斗部。要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战斗部特别大，其重量达到了50公斤。而像俄罗斯龙卷风季多管火箭炮上搭载的破片杀伤火箭弹，其战斗部预制破片总重才34.5公斤，又或是一枚北约制式的155毫米 L15A1A2 式榴弹，总重也才43.5公斤。还有就是航程，见证者136理论最大航程为600公里，但伊朗自称可以达到1800到2500公里，而像以色列哈比无人机最大航程只有500公里，却使用的是一枚32公斤高爆战斗部。俄罗斯自行研制的柳叶刀无人机最大滞空时间30分钟，作战半径40公里，战斗部只有5公斤，即便是增程版本，体型扩大了1倍，仍无法与见证者136相比，可见其性能的强大。当然，见证者136优点突出的同时，缺点也十分明显。最难搞的就是这玩意儿的制导。根据乌克兰专家拆解分析，见证者136无人机配备的是多元件受控接收模式阵列 CRPA 导航和惯性导航系统。伊朗在报道里则称，采用了一种领航机模式，使用其他无人机或空中飞行器进行指引，如由见证者129大型无人机进行侦察指引，但这样的制导方式在打击笨重目标或者固定目标较为轻松，要是高机动目标那就不好说了。另一个缺点是其标志性的引擎杂声极易被发现。之前乌克兰就曾使用山毛榉 M12 防空导弹系统成功拦截了一架突防的见证者136无人机，而此次乌军的仿制品应该会注重解决这些缺点。据集团负责人布雷斯特称，这仿制的新型无人机将奔着多功能平台去制造，就是既能当自杀无人机，又能当侦察或攻击无人机。并且布雷斯特强调，我们有能力制造并有意增加扩大生产规模。
事实上，乌克兰的大部分冲突都是在空中进行的。乌军对火箭推进榴弹、巡航导弹、无人机等武器在速度、飞行范围、有效载荷和其他能力的不断改进，对战场产生了直接影响，这才能够摧毁俄军装甲车辆、炸毁观察哨，甚至摧毁了刻赤大桥的一部分。据统计，11月的第一周，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的打击又创了新纪录，攻击了俄军335个敌方阵地，摧毁了83辆装甲战车、72辆卡车、36辆坦克以及数百名占领者。11月7日时，罗斯托夫州的塔甘罗格军用机场附近更是再次发生强烈爆炸，并冒出浓烟。真不知道已经从别尔江斯克转移到了塔甘罗格的俄军战机还能往哪里撤。我们知道，乌军使用的无人机种类很多，有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也有商用低成本4轴飞行器。但乌克兰并不满足于此，借助此次冲突中无人机作战的应用，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发展，两者一结合，乌克兰搞出了新花样。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乌克兰乡村的一个开放试验场，进行着抗电子干扰的人工智能程序与无人机的结合的创新研究。就是说，一架装有炸弹的无人机，即便受到电子干扰，与操作人员失去联系后，该无人机也不会坠落，而是继续加速冲向预定目标，并将其摧毁。甚至目标发生移动，搭载的新人工智能还能帮助无人机完成任务。若是最终能成功，这不仅避免了乌军在这场战争中数千无人机的命运，更是遵循特定坐标无人机领域的重大发展。而乌军不断的创新求变精神，吸引来了很多无人机企业。据悉，现在有超过200家乌克兰公司正在与前线的军事单位一起参与改良和增强无人机，以提高其杀伤和监视的能力。对此，乌克兰数字化转型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在近期的报告中说，作为无人机部队项目的一部分，又有数百架无人机被派往前线，其中包括秘密无人机模型。费多罗夫还誓言，越来越多的无人机将被部署到前线，给俄军各种好看。他说，占领者将感受到创新的力量。总之，目前的战场，阿夫迪夫卡的俄军损失惨重，却久攻不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前线，乌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各种黑科技令俄军害怕，俄军的各种企图和计划正在被无情粉碎。好了，大家对胡塞武装击落了美军的 MQ9 无人机和乌军仿制伊朗见证者无人机，并利用人工智能提高其杀伤和监视敌人的能力是什么看法？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